你知道谁是日本推理小说的鼻祖吗？他是本格派推理的创始人，与社会派松本清张和横沟正史一同被称为日本推理文坛的三大高峰。他是日本推理界的诺贝尔，利用其名字设立的江户川乱步奖是日本推理小说的最高荣誉。东野圭吾就是受到此奖的影响，才从一个汽车小职员成为了现在的推理天王。好了，影片开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江户川乱步短篇集中最令人细思极恐的完美谋杀轨迹。这位美艳动人的贵妇名叫阿市，她是当地首富格太郎的妻子。格太郎身患重病，时日不多，每天只能待在家中闲坐，而他的妻子却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经常以各种理由外出找男人幽会。这天，她又打扮得像个仙女一样，以回娘家为借口出门寻欢作乐。丈夫格太郎心知肚明，他本想讥讽阿市为何回个家要打扮成这样，但想想现在自己的处境，他又把那口气给咽了下去。最后，他还笑着向妻子告别，让他晚会儿就赶紧回来。对此，格太郎的弟弟格二郎非常瞧不起他，甚至还觉得他是一个窝囊废。面对弟弟的嘲讽，格太郎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挑明了这段关系，不仅会让家族蒙羞，而且还会失去妻子带给他最后仅有的一丝欢愉。原来，妻子每次幽会回来后，都会像补偿似的给格太郎献上爱的关怀，格太郎也对此深陷其中。正当太郎回味无穷时，佣人过来叫他去吃饭了。饭后，太郎的儿子带他的朋友来家里玩耍，他们在房间里玩起了捉迷藏。或许是因为太无聊，格太郎也加入到了孩子们的游戏中。为了逗孩子们玩得开心，太郎躲在书房隔间里装鬼叫。孩子们循着声音来到这里，还没开始找就被他怪异的叫声吓得逃离了房间。原来太郎为了防止被孩子们轻易找到，躲进了隔间里的木箱之中。木箱是已故母亲的嫁妆，他躺在箱子里不自觉地回想起了往事。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外面已经没有了动静。太郎打算从箱子里出来结束这个游戏，可当他用力一推，箱子却纹丝不动。这是什么情况？太郎整个人都蒙圈了过去。仔细回想，终于他意识到了一件恐怖的事情：男人和孩子们玩捉迷藏，躲在木箱里却突然打不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最后他还能活着出来吗？原来这一切都得怨他自己。刚刚太郎在躲进木箱时，因为关箱子用力过猛，导致锁扣正好扣进了锁孔中。这下可惨了，家里除了他之外，只有女佣和儿子两人。然而女佣在睡午觉，儿子还在外面玩耍。太郎奋力地敲打着木箱盖，大声喊着女佣和儿子的名字，可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完好封闭的木箱没有一点可以透气的缝隙，太郎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他心想，自己该不会就这样愚蠢地凉在木箱里吧？于是他拍得越来越用力，声音也喊得越来越大。就这样，木箱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加之太郎患有严重的肺病，他开始剧烈咳嗽，呼吸困难，喘不上气来。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太郎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来了。他不想以这样的方式死去，为了制造出动静，他还在用手不停地抓着箱子，以至于最后指甲都抓掉了。他还没有意识到，此刻他只能感受到临终的痛苦。转眼间到了傍晚，妻子也幽会结束，回到了家中。离开之前，他不顾一切地冲出家门。现在他看着与往常不同的回家景象，妻子感觉到自己的丑事终于要露出马脚来了。进门后，他大喊了一声：“我回来了！”然而一个人影都没有。接着他又朝着房间大叫了一声女佣的名字。这下女佣才惊慌地跑出来，得知丈夫和儿子在玩捉迷藏，妻子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她开心地跑回卧室，心想又逃过一劫。突然间，她听到书房里传出了声响，抱着疑惑，她拉开门走了进去，循着声响找到了木箱。虽然声音极其微弱，但她可以确定箱子里传来的就是丈夫的声音。紧接着，妻子打开木箱，太郎已经奄奄一息。看到妻子，丈夫也终于是松了一口气。此时他心想，无论妻子以后再怎么出去鬼混，他也不会斤斤计较，因为这一次妻子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正想着，突然妻子像是想到了什么，她面带笑容再次关上了木箱。这部揭露人性的岛国影片，完美诠释了什么叫真正的最毒妇人心。丈夫不幸被反锁在木箱中，妻子偶然发现却没有将他救出，反而把箱子再次锁上。随后妻子关上房门，任凭奄奄一息的丈夫在箱子里拼命挣扎。渐渐的，丈夫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妻子把耳朵贴在隔门上偷听，她能感觉到丈夫正碎碎叨叨地念着什么，那些话语好像是丈夫对她恶狠狠的诅咒。妻子太害怕了，她推开隔门，想要重新打开箱子救出丈夫，可第一次见死不救，丈夫已经知道了她的杀意。她很清楚，如果现在把丈夫救出来的话，那么她的下场将会死得很惨。一想到这些，妻子就心惊胆战，坐立不安，慌张地在房间里到处乱爬。她不停地安慰着自己，没事的，不会有人发现的。现在只要没人听到丈夫的声音，就不会有人知晓她的所作所为。终于，箱子里的声音彻底消失了。
妻子趴在木箱上，一边悔恨着自己的残忍，一边幻想着情人俊俏的容貌和那些用不完的遗产。就这样，到了晚上8点，警方前来调查，在木箱里发现了丈夫的尸体，他的死状极其恐怖，张牙舞爪的双手，还有那快要蹦出来的眼珠，凄惨的一幕让众人看傻了眼。虚伪的妻子也挤出了几滴眼泪。随后，警方经过调查，很快就分析出了丈夫的死因，并且还推断出，这恐怕是死者在躲进木箱时，因为太过用力导致锁扣掉下来，不小心锁住了箱子，最后才发生的这一幕。果然，一切和妻子预想的一样，再加上儿子和女佣给他做证明，这件事就这样完美结束。警察走后，妻子无意间注意到箱子盖后面的抓痕，那乱七八糟的痕迹，仔细看却是自己的名字。原来，丈夫在临死前想要刻下阿世是凶手的字样来提醒众人，可惜才刚写完阿世2个字，丈夫就彻底没了呼吸。死者的弟弟二郎看到这一幕，他没有对嫂子产生怀疑，因为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以为哥哥实在是太爱嫂子了，以至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还在想念着她。阿世也借此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低着头装作伤心的说道：对的，他总是这样惦记着我。好了，影片到此结束。最后，阿世办完葬礼，卖掉了老房子，带着比预期还要多的遗产，和儿子一起离开了这里。阿世登场是江户川乱步短篇集3中的其中一个故事，它是推理迷们绝对不能错过的日式悬疑佳作。大家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强烈推荐你们去看原片哦。好了，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